Hello，大家好，我是云溪，然后今天来 B 站跟大家直播，然后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情。Hello，哥哥，之前在我们发布的直播预约当中，然后征集了一些网友的问题，然后现在是要提问你的环节。那不是，咱们今天直播不应该轻松愉快吗？怎么一来就要回答问题啊？就粉丝想问你的，粉丝想问我的，好，对，粉丝想问我的问题，我就必须要好好的回答。你问吧。问题都是大家能听清楚吗？大家听得清楚吗？我现在说话声音这些都 OK 吗？然后弹幕刷的很快，都在说哥哥很帅。然后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要确认我说话的声音大家能不能听见呀？是不是？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开始回答吧。好的，然后第一个问题是，网友提出的，他是一名您的新的外国粉丝，想问你是如何做到离开一个角色而发展另外一个角色的？当拍摄结束时，你要回归正常生活或者做一个罗云熙有多困难？就是从一个角色脱离出来，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角色，这是作为一个演员肯定是必经的一段时期。对，然后因为确实你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一个角色当中，你势必是需要一些时间抽离出来的。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在每一部戏结束之后呢，都会让自己先回归到罗云熙的状态，然后用罗云熙的身份去感受自己的生活，去在生活当中寻找一些放松啊，或者说是回归，对，然后再进入到下一部戏的前期的，比如说从剧本的阅读、剧本的这个研讨，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角色当中，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进入角色之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先作为读者去感受故事。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像我们自己追剧啊、看剧啊，都是看的一段真实的故事。那这段故事能不能打动你，能不能真正的走到观众的心里面去，就是你自己的理解深不深刻。对，所以你作为演员，你要把角色诠释出来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先自己作为观众去感受剧本的内核，感受角色的内核。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看有一小部分网友说声音有点小，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大一点声音，然后声音有点小。对，刚才声音有一点小，可以稍微大一点。然后，下一个问题是网友专注一去1314向你提出的在拍摄《延心记》当中的问题，想问你一下，能不能说一说你拍摄《延心记》的感受，不剧透的那种，比较好奇。《延心记》，因为《延心记》的导演是于中中嘛，然后和中中导演也是第3次合作了，所以首先是非常愉快、非常轻松的。然后，那我和中中导演也非常的有这种创作欲，所以呢，会在剧中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奇思妙想，然后一些很即兴的东西，然后加入到剧情当中。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剧对于我来说拍摄起来是比较轻松愉快的，对。然后呢，你要说趣事的话，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在剧组当中学会了变魔术。你们现在想看我变魔术吗？我除了上次那个有一个魔术之外，然后呢，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魔术，你们想看吗？那先回答吧，如果待会儿有时间我再给大家变吧。好的，弹幕有一点延迟，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就留言说想看，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录给大家看，好吧？如果就是今天直播没有完成的话，立下一个 flag。好，那下一个问题是，傀儡陈问哥哥的，想问西西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激凌？夏季最爱的降暑食物是什么？冰激凌，冰激凌，读冰激凌还是冰淇淋？冰激凌吗？冰激凌啊，就是有说冰淇淋，然后也有说冰激凌的。冰激凌，可能我喜欢吃像什么巧克力啊、香草啊，然后这2个味比较多一点。然后呢，
也可以尝试一下像什么太妃果，然后cappuccino，这些都还不错。然后就是也不用不喜欢吃那种特别甜的口味，对，大概就这样。好的，我看网友已经有很多说想看的了，就是弹幕我可能问完这个问题，然后之后能看到上面一个问题的弹幕。然后还有最近天不是比较热嘛，然后网友小糖果丫丫想问，这么热的天，哥哥是怎么做保养的？做保养啊？保养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每天拍戏在剧组，每天要上妆，这个首先卸妆是非常重要的，卸妆就是一定要卸干净。那其次你在上妆之前的话，防晒也非常重要。大热天的你一定要涂好防晒。像咱们高姿的那个防晒喷雾就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备一支啊。那除了防晒要做好，卸妆要做好，然后就是清洁嘛，对吧？然后补水也很重要，所以有这个条件的话，就是大家尽量在晚上都敷一张就是最普通的补水面膜，对，然后来舒缓一下整天这个皮肤的压力，对，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按时睡觉，早睡早起，对，其实睡觉是最美容的方式，因为其实前2天我就深刻体会到了睡觉对皮肤的重要性。好的，然后弹幕上说让哥哥多喝点水。好，喝点水。好，然后我们今天谢谢大家。下一个问题是，云溪夏天喜欢什么户外活动？拍完《言行记》有没有休假计划？想去哪里玩？夏天的户外活动啊，其实我是一个运动白痴了，我就是运动项的这个东西都不是特别擅长，所以我的运动项目最近我挺喜欢的，我挺想去感受一下，就是开车下赛道的，对，挺想去赛道上跑一跑的。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下赛道，然后跟着专业的人士一起跑赛道，我觉得应该挺不错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拍完《言行记》有没有休假计划？想去哪里玩？拍完《言行记》啊，不知道哎。拍完《言行记》的话，如果有休假的机会的话，我是想去旅游啦，但是具体去哪儿旅游还没有定好。对，因为不是还是我刚刚也说过嘛，从一个角色当中抽离出来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然后去放松也好，然后去旅游也好，然后享受一下作为罗云熙的生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OK， 但我可以给哥推荐一些那个好玩的地方啊，然后我们收集起来。我可以自驾。对。然后还有网友极光向北想问问，西哥的 MBTI 哥哥有做过测试吗？我做了，我这才做，你知道吗？我看一下我手机啊，前2天才做。我之前看什么艺人、爱人，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结果最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偏外向，一个偏内向。我是这个。INFP，所以我是 I 人，对吧？对。叫调停者，调停者还是调停者？调停者。之前有很多都说哥哥是艺人啊，我是艺人是吗？然后因为我就发给了团队的小伙伴，他们给我发了一张 INFP 的这个图，等一下编辑一下，这样，反正上面有一句话，大家自己去查吧 ，INFP 是什么样的人格，好吧？有没有和哥一样的也可以看一看哈。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想问哥哥说自己是经常会去屏蔽掉没有意义的言论，然后他们会
评价你是心理素质强大的演员。那你除了这个不内耗自己的方法之外，在面对高强度的压力时，你会做哪些事情来舒压？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就是最近如果压力真的会比较大的话，有时间我还是希望去旅游，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然后去感受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非常美丽的蓝色的星球，对，然后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去陶冶一下自己的这个情操心情，反正就是各种的放松嘛。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和时间的话，那我觉得我就是玩玩游戏，然后唱唱歌，然后看看电影，对。但其实我自己说实话呀，我每次真正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的这个所谓的压力都会转化成为一种冲劲儿，就是拼劲儿，对，所以就是压力对于我的这个包袱其实并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我应该是很容易把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的一个人吧，对，就会其实有了压力会让自己做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好的，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芥末粥想说，他因为考研，人生中第一次租房，虽然就在学校周边，但还是感觉到了诸多的不方便，加上考研的焦虑，以及房子的隔音不太好，所以已经好几天晚上都没有睡个好觉了。然后想问问哥哥，一般是怎么缓解失眠的？缓解失眠，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放平心态嘛。就是你在白天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就一定要释放压力，然后把你的整个人，调整到一个非常舒缓的状态，然后这样子你白天的事情会让你很舒心的话，其实，晚上睡得自然也就会比较好。但其实我觉得失眠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有很多朋友吧，就是特别像演员朋友们，他们很多人都有失眠，那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解决，说实话。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因为一些疾病呀，或者说是一些生理原因造成的失眠，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失眠的问题。对，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有太多发愁的事情，然后晚上自然就会睡得很好。然后就是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让自己尽量的有一个很好的生物钟，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有助于缓解失眠吧。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其实可以放一些舒缓的音乐啊，或者说是一些好像我听很多朋友说可以听一点什么白噪音啊之类的，或者是睡前安眠的一些小的有声读物之类的东西，可以去试一下。我自己没试过，但我觉得，或者说你放段相声，对吧？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我失眠，我就会无限的重播英雄联盟的比赛，对，就是稍微有一点声音，然后你就会慢慢的但是不要开太大声，然后就会慢慢的入眠。好的，我看弹幕有说，就还比较推荐哥哥去草原上旅游，然后未来有会想去吗？草原啊，对，挺好的呀，挺好的。你那是指蒙古吗？还是西藏那边的草原？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说实话，我家里我爸妈他们经常去旅游，然后我看他们拍的很多照片儿特别美，对，也有去就是他们就是叔叔阿姨这一辈的他们的朋友，然后一起组团去出去玩，然后活动特别丰富。其实有时候能够像他们那样子去感受生活，是真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草原和大海让你选的话，你会倾向于去哪边旅游呢？如果不怕被晒的话，其实大海我还是挺想去的，因为自己是内陆城市出生的，那个成长的人嘛，
所以呢，其实还是挺向往大海的。所以如果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大海。好的，我看弹幕上有说想让你去内蒙去，在草原上高歌一曲哈。也不是不可以的。好的，呼伦贝尔草原可以去看一下。好。然后下一个网友问的问题是雪山耳语，想问哥哥什么时候在玩沙雕游戏啊？看你玩游戏真的很下饭。沙雕游戏可以啊，只要是就是大家喜欢看，那就可以安排，这个都没问题。但是我沙雕游戏自己不太知道有哪些沙雕游戏了，除了上次那个猫里奥。上次还玩了，对，警察就是去贴那个，然后还有倒咖啡的。对，还是有一些大家喜欢看，那就是我征集一些沙雕游戏，大家可以发到我的评论里边，或者说是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然后我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大家可以多发弹幕啊，多发评论，然后我们看到粉丝推荐的游戏。然后下一个网友想问，未来是否有新专辑的制作？新专辑是否会加入您作词或者作曲的作品？会有新专辑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意向，但是有没有自己作词作曲，这个不一定。我也希望尽量会有吧，但是呢，我觉得一切还是要看，就是整体的专辑的企划和制作的这个安排，对，然后特别就是时间上的安排，因为制作一张专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去做好前期筹备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时间花的不够多的话，其实这张专辑它的质量或者说是它的这个标准是达不到预期的。我是不太想做那种，就是随便说一说然后你就做了。我觉得我自己如果要做的话，就一定要做好，所以一切还是要做好前期工作的安排。如果真的要做专辑，那就要好好做，花时间去做。好的，网友还想问你，对于国剧粉丝未来是否也有安排的计划呢？国际粉丝，该怎么安排呢？如果可以安排的话，我该怎么安排呢？我是要出国跟他们开粉丝见面会吗？还是安排他们到国内来？安排。那所以我怎么安排呢？我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大家在哪儿都不重要，就是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像我一样有一颗非常好的心态，然后不管你们在哪儿都能感受到我带给你们的能量，我觉得就非常好了。如果说真的要安排的话，那也像我刚刚说的，一定要好好的安排，专门为国际粉丝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也好，或者说是一个什么项目也好，对，不是光说而已。但当然，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全球各地都能喜欢我支持我，对，这里是要表示出感谢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好的，那我们问题的环节就结束了，然后哥哥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是我们想为大家分享的夏日特调饮品环节。这个是今天的重点。然后，哥哥第一款想做什么？夏天其实我自己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所以我要做一款和西瓜相关的，叫做西瓜养乐多，大家想不想？想不想？看着我做。好，大家这个非常简单，这个夏日特调，然后虽然我也没做过，其实我是第一次做但是呢，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来动动手，然后也学着做一下。第一款叫做西瓜养乐多，第一步，切好西瓜放入杯里捣碎，特别简单。切好西瓜放入杯里捣碎，这个杯嘛，直接放在这个杯还是放这个杯？先放这个杯吧，最后再倒进去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看这个刀工非常的娴熟。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你们可不可以调整一下那个镜头？好切的。帮我准备一个湿巾和一个干纸巾。一块够吗？够了。大家说看你切西瓜都很想吃西瓜了。对呀、啊。夏天吃西瓜还是很解暑的。非常解暑。好甜啊！西瓜。我看弹幕有说西瓜是生的。啊？应该尝着应该是熟的。放上。再切一点。够了。再切2块，都被我吃完了。再切2块。把这个西瓜芯儿，这个最甜的部分切。好，然后第2步是什么？捣碎。对。第1步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词叫捣碎。啊，这个开始捣。是不是应该这么捣？捣多碎呢？适可而止，就适中就 OK 了，不能捣成西瓜瓤了。好，捣碎。捣碎了，所以我刚才切那么仔细干嘛？反正要捣碎。好，然后第2步加入冰块，冰块我有。有一种想戴围裙的感觉。大家按自己的需求加入冰块。哥哥知道什么叫报恩西瓜吗？啊？报恩西瓜。报恩西瓜。对，我看弹幕有在说这块西瓜是报恩西瓜。不知道。就报恩西瓜就是说那个这个西瓜籽儿又少又甜，就是报恩西瓜。哦，它是梗在哪儿呢？皮薄。皮儿薄，它是一款西瓜的种类吗？不是，是这个西瓜你花一样的钱，但是你吃到更多的果肉。哦。它是来报恩的。哦。也有报仇西瓜，就是籽儿又多，又不甜，皮又厚。吃的还来不及吐的是吧？对。啊，好，第3步加入冰块。第3步要倒入雪碧。这个吗？准备好了，雪碧啊。好。哎，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直接倒在这个里边的，不然你看这个层次就没有了。然后贴边倒入养乐多。不行，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在这个里边倒。我好像没事，我待会儿就用这个喝，行不行？不行，可以吗？那我就用这个喝吧，到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一定还是得贴边。什么叫贴边？这怎么贴啊？这么贴？哥，你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贴边方式。之前我们普遍理解的贴边就是2个杯口对着，然后它就会顺着边缘流下去。但是你这种不行，新式贴边。我怎么觉得现在看上去这杯特调到这里到那里都一样？我还是把它倒进去，感觉怎么样？哎，我觉得还不错哎，其实，你看，怎么样？颜色很下。
哎，很夏日是吧？很清爽。好了，我开始品尝一下。品尝一下。好喝，我觉得比你做的好喝。对，酸酸甜甜的这个感觉特别好。但我觉得西瓜可以捣得再碎一点，不然这个西瓜容易堵住这个吸管。很简单，大家可以自己尝试去做一下。对，西瓜养乐多，很好喝。然后看着这个颜色也特别的解暑。好了，来你们喝一口。可以先放旁边，然后我们来分享下一款夏日特调。好，夏日特调叫做荔枝冰柠茶。我喜欢吃荔枝，怎么又要捣碎荔枝？我还得自个儿剥吗？荔枝，然后把它剥好，然后把它捣碎。这叫荔枝冰柠茶是吗？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捣碎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它都不好那个，不好吸。对，所以你们捣的时候也最好是捣碎一点。没事儿，捣不碎的话可以直接用杯子喝。是吗？用杯子喝，不用吸管了，放弃吸管。咱们买的这是什么荔枝？桂味荔枝。啊？桂味荔枝。这个荔枝其实核好小啊，你看，就这么小一个。是的。你们是不是喜欢这样子？这样子。看没看见这个好小，贼小。先把荔枝，然后放入杯中捣碎啊，就意思一下吧，意思一下，然后剥2个，再剥1个。你这个荔枝太小了。哎，我怎么觉得这个荔枝不像一个品种？是2个品种。是2个品种吧？你看我眼睛多好，就是2个品种。我特别喜欢吃荔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唐朝的一个故事，就是唐朝的杨贵妃特别喜欢吃荔枝，然后为了让贵妃吃上荔枝，会发生很多的故事。好了，剥好了，我剥了3颗荔枝，然后大家喜欢多吃荔枝的话就多剥几颗，然后也是要捣碎哦，别忘了要捣碎。这次可以尝一下是不是报恩荔枝？哎，是不是好吃的荔枝？对，捣碎点。大家可以多发弹幕哦。大家和我一起做起来。好了，捣碎了，然后加入柠檬片儿，柠檬。我觉得这个柠檬片好像不是这么加的。弹
弹幕有说让哥开个饮品店的。我开一个饮品店啊。对。可以考虑考虑。开了饮品店，你们来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啊，哦，暴打柠檬啊，是这个意思呀？那不酸死了？不会酸吗？然后呢？暴打柠檬啊，那不酸死了？不是，那我觉得这个柠檬片应该就是一个点缀吧，就像我刚才那样。它应该是柠檬可能辅助添加一点酸甜的味道。好，那我就拿一片比较好看的，待会儿插进去。好了，然后放入冰块。哎呀！然后放入什么？放入茶水，茶水，什么茶呢？绿茶或者茉莉茶。哦，就是什么样的茶水都可以。我们是准备的什么茶？茉莉花茶。茉莉花茶。然后放入茶水，我觉得可以先，这是最后一步了。那这个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先把它放进去。啊？怎么粘在这？可能暴打太重了。没事，可以用这个把它倒出来。好了，然后呢，倒入茶水。好，然后呢，就完了吗？搅拌就不搅了，因为刚刚其实已经算搅过。然后我们插一片柠檬上去。哥，如果你开饮品店的话，让给你的饮品店起个名字，你会起什么？弹幕可以推荐一下。波波可丽多。波波可丽多。嗯。有什么缘由吗？就没有缘由。波波可丽多。突然想到。对。好了，你看我的这个荔枝柠檬茶、荔枝冰柠茶就做好了，还是挺好看的，对吧？是不是？看上去也挺解暑的。今天你做了这个吗？嗯，一般。不是。甜吗？不甜。我看弹幕有说需要你加点糖试一下。哦，对，因为是茶水。这个是果蜜。这个是果蜜，我加点果蜜试一下。因为我们应该是用的无糖的茶，我加点果蜜试一试。加点果蜜好喝。加点果蜜就好喝了。这个好喝，这个特别好喝。啊，现在好喝了。不错不错，这个我至少打90分以上。和上一款比呢？那个我能猜到、预料到它的味道，所以就是没有惊喜，但是这个有惊喜。好喝。创新了。对。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款夏日特调，叫做柠檬百香果。这个应该也非常的简单。先放入一颗百香果，放入1颗百香果，1整颗啊。切开瓦开。切开瓦开。切开瓦开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横着切。这样切。对，然后再用勺子把百香果小心。我觉得你们买的这个百香，我们要不就切不开呀、这个太吓人了，受伤怎么办？
大家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用这种小刀，这个一定要用那种菜刀，可能会好削一点。用菜刀切过的西瓜，就是会和小刀切过的西瓜有不一样的口感。是吗？真的。勺子。百香果。但我觉得你们买的这个百香果有点酸。闻到了酸味是吗？嗯。还是百香果本来就是酸的。弹幕说让你可以放点果蜜。对，果蜜是个好东西。放1颗还是放半颗？放半颗就差不多。半颗也可以。说是放半颗，然后放了一整颗。不想浪费。好了，放了一整颗了，然后放入柠檬片儿，这还有，再切2片。怪不得这个会很酸，全是酸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这种夏日特调啊，大家都可以自己随意搭配。比如说刚才这个荔枝的这个冰柠茶，其实你们也可以把这个茉莉花茶换成雪碧啊之类的，就你们喜欢喝什么样的饮料都可以换，自由搭配。万能果蜜。对，万能果蜜。好，我们的杯儿呢？没有杯儿，那就用这个喝了。有杯儿马上要来了，放入果蜜。好像有点多，但因为这个比较酸，放多一点无所谓。然后呢？冰块。还是茶吗？冰块。对，冰块。然后放入冰块。多放一点。好。倒菜。倒菜啊？茶。哦，倒茶。什么叫倒菜？这一款的也是用茶呀，原来。好。大家也可以倒茶进去，然后呢，把它拌匀了。拌匀了之后，我们来尝一尝这款百香果叫什么？百香果柠檬百香果茶，柠檬百香果啊，这个和那个有点像啊，这两个有点像，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这个好喝，但这个放的果蜜多，尝一尝。也好喝，啊，这个也好喝，我估计就是果蜜的功劳，稍微有点偏甜，再倒点茶。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这个酸的口感更多一点。不错不错，好喝。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像比这个还好喝呢？越做越好喝。对，还是有区别。这个是偏荔枝的甜多一点，这个是偏百香果的那种酸甜多一点。都好喝，都好喝。这个也很好喝，推荐给大家。喜欢酸甜口的就做这个百香果，喜欢甜口的就做这个荔枝。对，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学会啊？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做了3款饮品嘛，一款是西瓜的，一款是这个荔枝的，然后第3款这个是百香果的，对吧？然后呢，就是其实大家在夏天的时候都
可以喝一些这种自己特调的冷饮，然后我觉得也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对，然后果蜜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件东西，因为喝了果蜜之后就会让你心情瞬间的变好起来。对，然后今天差不多也就是做到这里了。我看你们怎么还准备了，这是什么呀？这个没用上。小青桔。小青柠。小青柠本来是用到哪儿的？都可以。都可以。对。但这个提子是用到哪儿的？暴打小青桔，暴打小青提，这只是这些东西啊，这些食材大家都可以自己随意搭配，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比如说青提配养乐多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对不对？你就把西瓜换成青提就行了啊。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享受这种自己动手的这种过程，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差不多我们的直播也就到这里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大家想看到我 B 站更新的内容，大家可以我看一下有没有弹幕，你们也看一下有没有弹幕，就是大家希望我 B 站做什么样的？哦，变魔术。对。哦，变魔术。刚才说了想看。啊，居然有人打离谱。魔术行啊，我给大家变一个魔术呗。大圈逃脱术吗？对，大圈逃脱术。上次表演的是小圈逃脱术，今天给大家表演大圈逃脱术。我们有道具吗？过于突然。好像没有道具啊，问题是没有道具。所以可见我们的道具其实都可以随时自己制作，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机关。全是我这个高明的手法，见证奇迹的时刻。可以下次为大家录制一版大圈逃脱术。没有那个。弹幕有想说想让哥更恐怖游戏。恐怖游戏啊，也行，其实也行，真的也行。但是我真的有点怕玩恐怖游戏。恐怖游戏也不是不可以，可以考虑。行，那就这样吧，那就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把所有的想法，然后都通过评论啊、留言的方式啊，然后评论到我的视频下方，对吧？然后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去互动，然后去满足大家想看到的内容。对，然后我觉得真的今天也非常开心，然后这里还有3杯我自己特调的这个，然后待会儿我会把它全部喝完的，好吧？那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动手做一做这种夏日的特调。那今天就这样子啦，好吧？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的 B 站的动态，行不行？行，那就这样了。我不离谱，真的，如果有道具的话，我就给大家变魔术了。3杯混一起试试，3杯混一起试试。没事，我待会儿再混吧，好吧？那这个有点不美观了，那就行，那就这样子了，拜拜，再见。